它是美国海军最强舰队，它是美国海军太平洋主力舰队，它是当今世界最强舰队，它就是美国海军第3舰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纵观当今蓝星上的各国海军，下辖7个舰队，装备着279艘现役军舰和4000架飞机，以及现役和预备役军人50万之多的美国海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吨位最高、装备最先进、总体实力超过其他国家的地球最强海军。除此之外，美国海军也是目前世界上航母水平最高，并且服役数量第1的武装力量。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庞大的基础，美国海军得以建立了一整套航母编队体系，以及所现役的11艘航母，因此也被划分为现役的第2、3、4、5、6、7、10等7大舰队。这使得美国海军能在保证各舰队顺利实施协同作战的同时，也有了独立应对辖区紧急事件的能力，最终达到能对全球任意地区进行强行介入的战略目的。而在这7大舰队中，第3舰队号称是美国海军最强舰队，该舰队又有着怎样的豪华配置呢？美国海军第3舰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3月15号，美国海军出于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下令美国海军中有蛮牛之称的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上将宣布成立第3舰队，将菲律宾群岛、所罗门群岛、冲绳、琉球群岛等作战区域划归给了该舰队管辖。伊阿花级2号战列舰新泽西号为第3舰队首艘旗舰。1945年5月，第4艘伊阿华级战列舰密苏里号接替新泽西号，成为第3舰队第2艘旗舰。同年8月29号，在密苏里号旗舰的率领下，哈尔西上将指挥第3舰队进入日本东京湾。1945年9月2号，密苏里号战列舰作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光荣见证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结束。随后，第3舰队便一直驻扎于日本，直到9月底才奉命回到美国西海岸。在2战中，第3舰队不仅参加了对东京的水面作战行动，该舰队的船只还为第5舰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44年4月26号，根据美国海军上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的命令，以中太平洋部队中划分出来所形成的对立部队为基础，美国海军第5舰队正式成立。自此之后，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便开始频繁交替对2支舰队进行管理，第3、第5舰队也因此被称为蓝色大舰队。第3舰队在回国之后，于1945年10月7号作为预备舰队退出现役。1973年2月1号，出于提高美军在太平洋区域的统治力，美国海军对太平洋舰队进行了改编。在第1舰队被并入第3舰队编制后，闲置近30年之久的第3舰队终于在夏威夷福特岛被重新划归现役，担负起地区反潜作战行动。而第3舰队也在服役后，为具备海外作战能力和评估海军尖端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海上军事训练，使得该舰队应对海外突发事件的能力迅速提高。1986年11月26号，由于美国海军奥斯汀级2栖船坞运输舰科罗拉多号从岸上司令部接受了第3舰队军旗，标志着美国海军在2战后首次将指挥系统从陆地转到了海上。1991年8月，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新母港成为第3舰队司令部科罗拉多号以及舰队最高长官们的新驻地。2003年9月，圣地亚哥落马角海军基地成为第3舰队新的司令部。2010年6月9号到12号，为了纪念加拿大皇家海军的成立，美国海军第3舰队的里根号航空母舰、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桑普森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长鲸号和佩里级护卫舰福特号，与分别来自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的21艘海军舰艇8000多名官兵参加了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举行的海上阅兵式。如今的美国海军第3舰队是美国海军7大远洋舰队之一，司令部位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落马角海军基地。2战美国著名的5星上将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为该舰队的首任司令，海军中将史蒂夫·科勒为第3舰队现任司令。该舰队的辖区为面积5000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东部和北部海域一带，囊括了阿留申群岛、
阿拉斯加、白令海和部分北极地区。美国海军第3舰队的主要任务为组织新武器装备的海上实验和鉴定，组织反潜防御和训练，指挥太平洋区域的反潜作战，组织护航兵力。而该舰队的海外任务是保障美国与友邦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路线上的海上交通贸易的通顺。该舰队现有超过100艘舰艇，4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下辖以卡尔文森号航母为主的第1航母战斗群，以施坦尼斯号航母为主的第3航母战斗群，以尼米兹号航母为主的第11航母战斗群，以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为主的第12航母战斗群，以及太平洋作战部队、中太平洋水面大队、第3远征分队、第1爆炸军械处理大队、第1滨海战斗舰中队、第1沿海江河作战大队、第3潜艇级展区反潜作战舰队、水雷级反潜作战指挥部、海军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海上攻击直升机联队。由此可见，第3舰队作为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仅自身所装备的4艘核动力航母就远远超过我们所熟知的第7舰队的规模与实力。现如今，虽然制止冲突作为目前第3舰队的主要职责之一，但是在现今世界形势下，该舰队仍可在执行太平洋舰队战区策略的条件下，在海上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行动。在战时，第3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为了保护包括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的美国西部海域。在平时，第3舰队的任务就是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训练，以协助提高各自的远程打击能力。也正是因为该舰队担负着太平洋舰队各类兵种的军事训练，所以也有了训练舰队这个称号。而奉命编入太平洋舰队的全新军舰和经历大修过后的军舰，都要先在第3舰队完成训练指标后，方能进入到第7舰队编制。该舰队的主要训练为战备演习、部队演习和舰队演习等。此外，为了有效处理突发意外事件的发生，美国联合特遣部队司令由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担任。而第3舰队司令虽然是直接受命于联合司令，但实际上美国联合特遣部队所实施的作战部署，均是由被任命为联合特遣部队指挥的第3舰队司令所部署。如今以美国海军部由海出击的理念为战略思想的第3舰队，具有随时处置可能发生任何突发情况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必要机动性。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区域重要的第一反应力量，该舰队在需要时还会凭借自身能力和实力，组织和保持前期防线，以便后续部队能够大量投入战斗。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与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如果想了解更多，别忘了给一个关注，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